天一早，我接了个电话，说是我儿子给绑架了，还要我准备500万现金赎人。你确定你儿子被绑架了？跟他联系过没有？没有。那你最好先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真的被绑架了？啊，周队长误会了，我接电话的时候，我儿子小鹏一直坐在我身边呢。哦，那可能是诈骗。现在这种事儿挺多的，既然孩子没事儿，甭理他们了啊。你先别着急，听他把话说完。确实有些怪的事情。小鹏昨晚出去玩，喝了那小酒，半夜是坐的出租车回家的。可是现在，他的车找不着了。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先按车辆失窃处理一下，好吧？哦，我建议还是按绑架案来处理。人都在人。一般绑架诈骗电话，可能索要的也就是5到8万，10几万的都很少。你听说过一上来就要500万的绑架诈骗吗？就这车啊，对，那个半小时之前那附近村民发现的这车，然后这个缉毒队已经去调监控了。怎么样？车辆状况良好，没有明显的剐蹭痕迹。车内车外找到了很多不同的指纹，不知道对排查有没有帮助。哦，对了，那个扶手上还有半枚脚印。又到钱脚账。哎，勘察完了，把车开回去啊，先别还给郭家。但这辆车不就是郭鹏丢的那辆吗？哎，这车被丢弃在这之前，里面肯定坐过3个人。这个脚印应该是有人钻到后排时候留下的。这种车后排不适合坐人，如果是非得要坐的话，要把前排的这个靠背放下才能钻进去，没必要那么粗鲁啊，踩进去。这个脚印虽然只有半个，但是可以看出来，这是43码以上，而且那么大个，一看就是男的。如果只是单纯偷车的话，没必要这么多人吧？而且最后还把车给拽这儿了。郭鹏昨儿不是喝多了吗？他打车走的，这车停哪儿了？郭家庄路的和弦音乐酒吧，应该是个夜店或者 club。行，回头查查是怎么开来的。好了，还钥匙都在上面，这车偷的也太容易了啊！行了，差不多了，收队。啊，东西没找吧？啊，没有。昨天晚上你去过和弦音乐酒吧吗？检察同志，您这不就是明知……对，我在酒吧，一个人，和几个朋友。钥匙怎么会在车里？啊？车钥匙怎么会在车里？哦，我好像是把车钥匙给服务生了，让他把车给我开过来。我喝多了，去厕所吐了一下，朋友打车把我送回去了。既然这把钥匙给了服务生，为什么还说自己车丢了呢？哎呀，这不喝多了嘛，这早上起来脑子也乱。严同志，真不好意思啊，一场误会，给大家添麻烦了。现在看来啊，既然车找回来了，那个绑架的电话，我琢磨的就是骗子打的，咱们呢就不耽误了啊！别，等等，事情没那么简单啊。从郭家庄东侧附近停车场调取的监控来看，在凌晨1点50左右，确实有人在那儿开走了你的车。不过刚开出了停车场，你的车就被拦下了。从监控里来看，这2个人是强行上了你的车，随后开车掉头驶离了郭家庄地区。从小桥庄附近调取的监控来看，这辆车是在凌晨2点半左右经过了小桥庄路口，随后一辆没有牌照的松花江牌面包车驶离了现场。不出意外的话，这些人就是在那里换的车。警察同志啊，我还是没听明白，您说的意思是？我们认为您接的电话很可能是绑匪打来的，只不过阴差阳错绑错了人。那绑走的人是谁呀？这个时间段，和弦音乐酒吧还没有营业，我们联系了老板，看有没有失踪的员工。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假设绑匪不知道绑错了人，所以我需要您的配合。配合？啥配合？你手机呢？手机？啊。哎，
配合我们，就当你儿子真的被绑架了。啊，纸和笔都找着了，你说吧。500万，只能用50或100面额的，钞票不能连号，听清楚了吗？啊，那个，你得让我跟我儿子通话，那个我得知道他还活着。姓郭的，你儿子的命捏在我们手上，轮不到你发号施令。那我连我儿子死活我都不知道，我凭什么给你付钱呢？再说了，你要是把他给害死了呢？你他妈是不是报警了？没有，我只是想破财消灾啊。那，喂，挂了，这是什么呀？定位到了吗？主叫号码是一个网络 IP， 定位不到。 IP 地址呢？好像是一个境外的处理器，应该是用了 VPN。外网代理的 IP 段。像这样的代理应该都是屏蔽 IP 地址的，因为像这样代理本身本来就是用的境外处理器。季霞同志，你看啊，配合工作配合到这份上，我够可以了吧？再说了，这事本身跟我家就没什么关系，你老这么折腾我，没准我就会烧祸的。对，感谢，非常感谢啊！您再稍微的配合一下啊！真要是把人这救出来，这不也是祖上积德的一件事吗？啊，积德行善这是啊。这什么呀？你找人啊？哦，我找关队。你是关队朋友啊？昨天晚上刚认识的。您是？高亚楠，关队的同事。你好，我是任迪。喂，找谁啊？我，关队的朋友说有事儿找他。老关，你的朋友？您要电视报告。喂，郭鹏怎么会在这儿？你弟弟是怎么失踪的？小郭昨天不是晚班吗？你忘了？咱俩出去的时候还碰到他了。今天我回去给他做饭，发现他一晚上都没回来。我给他的朋友打电话，都说没见到他。小郭平时也没有什么交集，按理来讲，我一晚上不回来，他应该给我打电话才对。那你没去你们单位？不是那个何璇吗？还没开门。我给老板打电话了，他也没接，估计还睡觉呢吧。哎呦嘿，正找你呢。那个，刚才那个事儿，你怎么看？安藤的验尸报告你自己看看吧。哦，对了，那个技术队正在处理刚刚传过来那张人质照片，发现照片呢？照片小周那个，周，来，过来，弄好没照片？我打好。你看，从照片背景里。我们现在已经得知，被绑架的人是和弦音乐酒吧的服务生，叫任波，23岁，河北石家庄人。目前推测，他应该是在昨晚上班的时候，替郭鹏去取车，被误当成了车主，遭到绑架。从照片上来看，绑匪用胶带封住了任波的嘴，整个过程当中，任波应该都没有得到跟绑匪沟通的机会，所以他们绑错了人，并不知道。现在看来，咱们应该尽量的稳定和维持住这个局面。哦。难怪我看这个人眼熟。那好啊，
既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那跟我们就没什么关系了啊！哎，别，郭先生，我们恳请您继续协助我们工作。为了人质的安全，暂时不能让绑匪知道他们绑错了人。为什么呀？因为绑匪既然选定了你做目标，对你的背景肯定是了解过，知道你的父亲有支付赎金的能力。但如果绑匪一旦知道人质家里没有支付能力的话，那就放我再绑一个呗。有这种可能。但如果绑匪心狠手辣的话，撕票也是一种选择。我跟你一样想通透这爷俩，但要控制好情绪。他们并没有法定的义务配合我们的工作，争取他们的协助也是为了营救人质，多争取时间。这个任波的姐姐是在河沿酒吧做驻场歌手，家境贫寒，姐弟俩相依为命，在外地打工，应该没有能力支付这笔赎金。关队，我们放大了照片，从背景上看，好像窗户有一部分是被牛皮纸包住了。这个照片我看过了，从阳光照射进来的角度来看，任波应该被绑在一个西南朝向的房间里面，而且地面和墙面都非常的残破，这种坎墙上贴的瓷砖现在都很少见了。这应该是一个待拆迁的房子。从这个户型来看，这种房子应该都在京港的老城区，不管是绑匪自己的还是他临时租的，这个地方显然都快拆了，对吧，关队？那周队，您说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些……对，把照片送到物证鉴定中心做一下锐化处理。任波被绑的这把椅子很可能是固定在地面上，如果照片能更清楚一点，看清楚他们使用的什么工具，对排查是有帮助的。好，我现在就去办。好。绑匪既然在小庄桥换的车，那么重点查查北五环以外的小区。好，我带上去。哎，老关，咱们除了稳住郭西江之外，还有别的招吗？看看能不能让郭西江他们先垫付一下赎金，当然前提是不会让赎金落在绑匪的手里。就算是地主老财，瞬间拿出500万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啊。所以呢，要委屈你关的顾问放低姿态，真心的去请求他们帮助。安藤的验尸报告上，除了你用手枪套筒制造的那个3乘2.5厘米的开创性伤口，堪称血腥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亮点。他的随身物品还有夜总会的监控录像，应该都在技术队做分析处理吧。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正式参与？还请周大队长好好考虑考虑。我已经把我手机通讯录上所有的人都翻了，我甚至找不着一个可以借给我钱的人。500万，这对郭鹏他爸来讲就是一栋房子的事儿，可是对我们这种人，我上哪儿去找这500万？你做歌手这么多年，都不认识1、2个能借你钱的朋友？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有啊，好多个呢，像郭鹏这样的，只要我去陪他们睡就行，对吧？一个人1晚上5000块，我睡1000个男人，我总能攒到500万的吧？那你呢，关队长？你是不是也要给我5000块啊？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替你想办法，你别着急好不好？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你还记得昨天晚上的事儿吗？哪件事儿？
郭鹏的帽子。帽子。小波，小波，哎哥，鹏哥的车停哪儿了？啊，鹏哥的车就停在那边呢，就是左拐，然后再去把鹏哥车开了。啊，好嘞。哎，对不起哥，哥们看着点啊。凶什么？这我弟弟。你弟弟啊，自家人。哎，走了啊。难道说？对，就是因为你，他们才会把小波当成郭鹏给绑架了。关队长，你全力以赴是不够的，你必须把小波给我找回来。人弟，你不能走，你得留下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线索。我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还不如回去工作，给我弟弟攒赎金。运气好的话，没准还能碰见2个有钱的客人。你还不去送送人家？不是你想的那样。是网络不好。接电话，别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哎，喂。钱准备好了吗？啊，那钱筹到一半了，还短那个270多万。不过啊，我今天从那个商户股市啊，我套现了140万现金，这笔钱呢，明天中午就能到账。你能多理解，这2年的房地产生意啊，它又不那么景气，我的现金流啊时断时续的。但是你放心，为了我儿子安全，我就是卖车卖房也给你顶上。不过这变现，它不也需要点时间吗？对吧？哎。当我说话是放屁吗？哪敢呢！我跟你说啊，你他妈报警了！不能够，我发誓，好吗？哎，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不是那，他又挂了，他是不是知道我已经报警了呢？电话里说什么？小波怎么办？他们是不是知道报警了？我怎么办？放心，不会的。绑匪应该是在诈我们，如果他们知道警方介入的话，也不会在谈话的中后段提出这些。更不会继续用这种交涉的方式。对于绑匪来说，最重要的是赎金。在这之前，杀人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所有车辆关闭警报器。抵达之后，我们首先要寻找案发当晚小区的监控录像，看看有没有绑匪、人质。还有那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出入和停靠的画面。师傅，咱们让那个小区物业或者楼管提供这个住房信息，会不会更快一些？或者是查电表？查电表？对呀，你想，假如呢这帮绑匪临时租了一个房子来囚禁这个人质，他们用的这个水电天然气肯定是极少，甚至是根本就不用，而且。这些仪表设备基本都是在楼道里头，只要咱们动静小点儿，没人发现啊。有点意思，有长进。跟你学的。查电表，有点意思。把鞋穿上。班长，有条信息。把这个网址复制到电脑上，然后拿模拟软件打开一下，防止绑匪设置了强制的监听监控陷阱。关队，链接安全，是 YouTube 的一个视频地址。要不要先带人质的姐姐出去一下？不用了，这样反倒会让人质家属精神更紧张。转过来，放过来。让我看，让我看，你放开我！怎么办？怎么办？
哎，你好，你好，您是物业张经理吧？哪楼啊，咱？喂，老关，我这边出了点状况，刚才绑匪发来视频，把人质左手的小手指切断了，看来是对咱们筹款慢的一个警告。我操，就他妈差这会儿功夫。你那边一定要抓紧时间，务必要谨慎小心，千万不要过早暴露。这2名绑匪具备相当成熟的犯罪经验，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很凶残。好，我知道了，是吧？经理，这赶紧的，走。关队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救救小波，你救救小波，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没有他，我怎么活？哎，人弟，赶紧起来啊！我求求你，求求你，你冷静好不好？先别哭。你听我说，人弟，先起来，听我说。求你了。你听我说吧，这个电话很可能就是绑匪打来的，我去跟他谈。啊，你这么一哭不就暴露了吗？你冷静点，别急。哎，接电话。再拖延，就不只是一根手指了。不是，你们怎么是这么干呢？啊，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正在给你筹钱吗？最后的时限，今晚12点，按我之前的要求准备好钱，我会通知你交钱的地点。好，没问题。今晚12点，500万。喂，又挂了。喂，你那边什么情况？找到了，案发当天的监控视频里，那辆无牌照的面包车确实来过这里。602这一家2个月前就搬走了，然后紧接着一个30多岁的男人租了进来。租进来之后呢，他也没住，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这儿。那赶紧叫特警部队增援。来不及了，我们准备突进去，你让队里帮忙联系吧。拜托你了，一定要成功。好了，就这样啊。把手机调成震动或者静音，把对讲都关了啊。屋子里至少有2名绑匪和人质，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保证人质的安全。如果绑匪反抗，不用喊，当场击毙。王老师，喝点水吧。关老师，怎么了？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吗？你好，物业，有人吗？现在外边这么阴，这绑匪视频里的窗户为什么会有阳光呢？周迅，你听我说，不要往里闯，这是个陷阱。你说什么？你敲门了吗？敲了，没人开啊。这就对了，绑匪传来的视频上传时间应该是在20分钟以前，我估计不是今天拍的。如果没有人应门，也许是绑匪设置的防卫机制的一个陷阱。陷阱？不是，人质呢？如果这真是个陷阱的话，
人质恐怕已经被转移了。队长，解除了。收到，周队已经解除了。好，干着，谢谢啊。查个窗户费那么大劲，这东西在哪儿呢？就这个，算是小伎俩，不过这确实不是一般毛贼能够想到的。绑匪在门口设置的是一根半线，如果把门推开，半线就会触发那个开关，开关就会触发那个高频信号发射装置，只有接收终端的一方，就会得知有人进来了。那这玩意儿的覆盖范围是多少？你们不是有技术队吗？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周队啊，您看看这个来。真他妈狠！周队，我刚从小区监控里发现啊，在凌晨1点37分左右，2名绑匪带着人质离开了。画面不是很清楚，但可以看出任博的状态不是很好。他被蒙着眼睛、捂着嘴，还遭到绑架，可能也是因为失去了一根手指头吧。我看他连正常行走的状态都很困难，是被绑匪架着出去的。那车辆有什么特征？啊，是一辆深红色的尼桑。技术队那个处理之后啊，还原了车牌，车牌是港记的啊。我们还发现车主了，车主叫王文蔚，对，王文蔚，52岁。住在青山区，然后自营一家小超市。那试试查查车主，啊，咱别打草惊蛇。必要的话，让交管队的朋友们给那个协助一下。好嘞，行，技术队怎么还不到呢？啊，麻利儿的。哎，小周，怎么样？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那半截手指，所以还没有拿到任波的 DNA 检样。不过通过血型来看，跟任波应该是一致的。哎，那个玩意儿，哦，这是一个高频信号装置，辐射的范围应该是3公里左右的半径。也就是说，如果绑匪想要接收到它的信号，必须待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检测到这个装置的位置，应该就可以找到绑匪的位置。那岂不成千上万啊？连倒车雷达都是。不是的，绝大多数生活中的装置呢，基本都是低频，甚至是不加密格式的。比如说倒车雷达、遥控器、对讲机，像这样的高频频道本来入侵就是违法的，何况是在这样的城市边缘地区，这样的高频装置并不多见。那赶紧的，赶紧的。打过电话了，设备正在来的路上。哦，喂，对，哎，车主王文蔚找到。拿碗水啊。喂。不是，你说你的，听着呢啊。他说他的车在1周前被他外甥刘岩借走了，然后这刘岩是外来打工的，在京港没有什么固定工作。这人27岁，有过一次抢劫未遂的前科，目前也不知道他在哪儿。然后这个王文蔚呢，给他打过一次电话，说他手机一直处于什么关机状态。行，那这个叫刘岩的这个能查多少尽量查啊，通知家里面的外勤再调2组人，别穿制服，不许开警车。到那个现场周围路段去搜索，好吧？好嘞。2组跟得太近了，再跟就该醒了，抽去，换4组跟。各组注意，车上只能看见1个人，绑匪和人质很可能已经分离，在确保人质安全之前，绝对不能暴露。技术队一旦确认信号接收装置和监控车辆重合，立刻汇报。如果这是绑匪的另一层反制措施的话，那么这个刘岩会不会定时和挟持人质的绑匪进行安全通讯呢？越是这样，越不能轻举妄动，因为一旦中断绑匪之间定时的安全通讯，有可能会危及到人质的生命。我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真的存在某种定时联络的方法，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定位他们的通讯信号来确定另一名绑匪的位置？
1000多万人的一个城市，无论刘岩开到哪儿，他身边都有成千上万的信号。现在的科技还不足以能够把一个人定位在几米的范围里。那怎么办啊？我们真的只能等到他们会合？现在通过绑匪一贯的表现，能看出他们所采取的是赎金和人质分离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在拿到赎金之前，很可能不会碰头。那你们现在准备怎么？郭总，啊，都好几个小时了，这孙子围着这条线绕了800多圈，要我说直接给伢掐下来，把嫌疑人审出来不就完了吗？啊？这可不行，因为通讯一旦中断以后，另一名绑匪就会撕票，这种结果是咱们和家属都不能承受的。那我们就继续傻了吧唧的看他在这转圈是吧？啊，就没别的办法了吗？还是等他们再跟我们联络之后吧。然后去定位另一个手机号码，对吧？老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再不争分夺秒的话，那绑匪再来电话的话，可以谎称我们已经把赎金准备好了，他们肯定会告诉我们交接的方式，这样也可以再多争取一点时间。行了，行了，行了啊，赶紧准备钱吧，别一天到晚谎称了。到哪儿了？周迅这几天跟我杠上了，他现在破案心切，我担心会出岔子，你尽量稳住他。另外记住，时间是关键，一旦确定了对方手机的位置，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的实施营救，所以一定要让特警处于备勤状态。如果出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随时联系我。听我爸说，警察那边一直都有进展。你也别乱想了，你看这给熬的。是不是如果当初我跟了你，你爸就会出钱救小波？你这都说了如果嘛，你这突然间500万现金，这就算是我爸他也得。你现在多休息，找个地方睡一会儿，别把自己熬坏了啊！你说的对，还有2个小时就要演出了，我是该休息。你知道哪有酒店吗？我给你安排。谢谢。没什么事儿，先回去吧。你好，先生，您的茶水请慢用。
先喝点水，解解酒。刚才服务员说没房了，看看能不能腾个大床房，我再去看看。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换一家。 我都跟你解释那么半天了，你就不能说句话吗？啊？关队，从这切片来看的话，这个创伤至少是6年前形成的。我向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好不好？啊，别生气了啊！你生气对孩子不好。关浩宇，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吧，我决定不生这个孩子了。 你有想找哪个自己人就找哪个自己人去啊，你去吧。不是我说姑奶奶，我跟你解释多少遍了，我跟人家之间真的没发生什么。没发生什么啊？没发生什么是你哥发生的。啊？是吗？哎，那有可能吧？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要不然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你还别说啊，我觉得这俩挺行了，关浩宇，真是一层窗户纸啊。 不知道的时候怎么看你俩都是同一个人，自从知道以后一眼就能区分你俩。所以说你们俩还是祷告这事儿别被周巡发现啊。小了，不生气就好，生气都不好，伤身体。别得寸进尺啊，我没说原谅你呢。什么原谅？ 等会儿啊，接吧，接就接。喂，方队长，告诉郭西厢，12点之前准备500万，把小波赎回来。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不可能让郭西厢垫付赎金的，而且支队也不可能让他这么干。喂。 你疯了吧？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你现在人在哪儿？你赶紧告诉我。告诉郭西厢，小波要是有事儿，我让他儿子陪葬。任妮，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向你保证，我们肯定能够找到绑匪，救出你弟弟的。而且我们可以找到绑匪，也可以找到你。你别胡来行不行？啊！我的要求你们已经听到了，只要小波没事儿，我会带着郭鹏去自首的。 在这之前，你们别想找到我。对了，关队长，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你。跟你在一起这2天，我还真是受教了。喂。真是有钱人啊！不到1个小时就凑齐了。这也是他临时东拼西凑来的。自家孩子出事，有这种反应很正常吧？非得让我配合你们工作。还有那关队长，还敢威胁我！现在好了，你把我们全家都陷进去了。你老实去。我告诉你，小鹏被绑架，你们警察要承担全部责任。 救不出我儿子，我要领导把你们全都撤了。好，哎，我怎么越来越不待见这个老郭了啊？这种事儿啊，还得老刘来，真是难为他。还得为队里出点力啊！你老气，来，平心而论，
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要不是咱们的请求介入到这种程度，我跟你说，周队，我们现在有结果了。根据郭鹏家的保镖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后来我们调取了中天假日酒店的监控录像，我们发现郭鹏跟任迪在走出酒店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点踉踉跄跄。那么后来他们两个又开车去了第2家酒店，当郭鹏要下车的时候，身体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任迪是很费劲儿的才把他又扶回了车里，2个人才开走。再往下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扩大一下我们的搜索范围。这郭鹏也是一个人搬不倒的大小伙子，怎么就让个女的给制服了？其实我们通过我们中天假日的监控录像可以看到的是，郭鹏是在任迪去洗手间的时候，在他的茶里面下了药。后来呢，郭鹏去前台的时候，任迪把他给换过来了。所以其实照这样看来，他其实有点作茧自缚。听见没？不能说我仇富吧？刚才借刘岩去加油站加油的机会，我们本来打算找工作人员配合去拖住他，但没想到他自己买了一箱矿泉水，主动打开了后备箱。可以看到后备箱只有一些少量的衣物，还有食品，肯定没有人质。现在一共几个探组在轮候？算上我和小汪，就算6个探组吧。千万盯住，马上快到他们要求赎金的时间了。技术队已经带着设备在路上，记住，时间差是关键。在技术队赶到之前，圈定适合监测手机信号的区域。必要的情况下，让小汪通知辖区派出所，在区域边缘设卡截断车流和行人，最大限度降低刘岩周围通讯信号的密度。好。3号车小赵在。目标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再过4、5分钟我们就要换组了。小心点啊！赵，注意你后面啊，大约50米。看到了。那辆车好像一直在跟着你呢。这不是咱们的人吗？咱们布控的车一共有6辆，没有那辆车。那现在怎么办？需要我们应对吗？你这样，保持好车距，然后继续跟踪。我呢，带一队人把他给别下来。好。是网络拨号。钱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那个500万现金啊，那个什么，我那个小鹏这怎么样啊？喂，周队，有情况，我们没有监测到刘洋的手机信号吧？我们现在正在排查周围是不是有信号塔的干扰。不用了，是网络拨号，电话是另一个人打的。好。现在怎么办？目标改变既定路线，自动大桥出口驶离北环。交接地定在了岗山高速出口方向。绑匪要求在12点半以前把赎金放在双安桥出口的路边第3棵树的绿化带边上。我刚才让小王打了电话，没有检测到刘岩的手机信号。刘岩已经离开了北环地区，驶向东北方向。这家伙真的非常狡猾。自从离开了这个天方小区之后，他一直采取人质和赎金分离的行动策略，即便警方介入，也是部署机器。妈的！哎呀！
我们要是不赶紧拿下刘岩的话，那只能等他拿到赎金之后，跟另一个绑匪接头，才可能找到人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完全就被动了。现在根本不能确定这绑匪拿着赎金以后到底是放人还是撕票，也不能确定这刘岩拿着赎金以后短时间内能不能跟另一名绑匪见面，说不准他有可能顺着这港山高速继续外逃。所以他的后备箱里放了这么多的食物和生活用品。那结了，说到底，虽然我这有点简单粗暴啊，但是还是按我这招来吧。哎，等等，再想想其他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啊？要不联系刘岩周围的监控探组，召开临时电话会议。放心，关老师，我能行。倩，上车，快！小心点啊！好，行，一会儿见啊。来，快脱衣服，脱衣服，脱！哟呵，身材不错啊，快点儿！哎，这儿，快过来！哎呦，快！穿上之后上车啊，上车换啊！你们真是，走，上车。喂，郭西江付钱了吗？你有哪儿换的新电话啊？不用你管，绑匪到底有没有放小波？郭西湘正在送赎金的路上，我们也在想办法。我的妈呀！我的车！你怎么开车的你？你左转你不打灯啊？我在左转车道上啊。我管你在哪条车道上，你开车你不打灯，谁知道你要往哪儿开的？你大半夜的，你看看这一辆车都没有，你在这左转道上，你给我磨唧唧1个多小时，好狗还不两道的。喂，你怎么说话呢？这明明就是你蹭的我，好不好？我蹭的你？好，那现在我们让交警来评评理啊，看看是我刮了你，还是你刮了我。喂，我报案。对，我们在顺兴路这儿有一辆尼桑车剐了我，车牌号是港 C A9769。哦，我是一辆本田。我说过，我不会让你们找到我的。任迪，你能不能相信我们？1小时之后我会再联系你们，只要我能确认小波安全，我就自首，其他的免谈。怎么样？定位到了，在横头山附近。我去，那全是山，这娘们儿也忒贼了。怎么回事？帅哥，哎，警察同志，等一下，你俩去那边看一眼。谁报的警啊？我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开着车吧，我正常行驶，结果这位大哥他根本就不会开车，他左拐，他不打转向灯，他蹭一下就把我给剐了。你看，我这车撞得多严重啊！车是我跟我同学借的，这可怎么办呀？
你这是胡说八道什么？张口就来是不是？谁胡说八道了？很明显是你刮的我，好不好？哎，怎么这么说话呢？哎，行了啊，待会儿我们会去调监控，谁的责任不是你们俩说了算的啊。还有你，把事情经过再重新说一遍。哦，警察同志，是这样子，刚才呢我是正常行驶，在左转车道，他连转向灯都不打，直接蹭过来，那撞上我了，结果还怪我。我呸！快打电话呀！姑娘脾气怎么这么暴呢？啊？给他回个电话。手机里所有的通话和短信记录都删了吗？早就清干净了，你就放心吧。我都做了格式化处理了。你这样做是对的，这个方案是可行的。要怪只怪我当初忽略了绑匪一直是通过网络拨号来联系家属这件事儿。我以为就算刘烨用手机，只要打开 Skype 之类的通讯软件，也是可以实现网络拨号的。这是怪我。反正最后确定任迪的位置是在横头山一带，寻找起来非常困难。不过已经派人去了。我想任迪现在应该已经不在那儿了。他们驾驶的是一辆低底盘的跑车，在那个地区的路面上行驶，应该很困难。如果他汽车进山的话，信号又有可能遇到问题。我建议继续沿港通高速向北调取监控，他们很有可能还在高速上，但是没准不在主路上。行，我知道了。对，在顺兴路上，啊，不是东向西，西向东，啊。还让我们看啊？哎，你们看不就得了吗？一辆红色的那尼桑，然后还一个白色的本田。啊，行行，好，我抓了。刘源打电话了，已经找到被叫号码。哎呀，我知道啊，我尽快吧。东西到这儿后，我再通知你。啊？你自己看着办吧。找到了，在河源路，离支队只有不到3公里。操，这样那么近！哎，警察同志，你看这事还要弄多久？哎呀，稍微等一会儿啊！哎，不是，这个责任呢算我身上行不行？修了多少钱，我赔给他就行了。话不能这么说啊，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但是说心里话，这小丫头骗子我也不太喜欢。待会儿我们去调监控，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啊！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您看这个事儿就算了吧，我赶时间。哎，行了啊，很快，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哎，我觉得不用记了，真的。注意一下你的行驶保持驾驶吧。那个，出示一下你行驶保持驾驶吧，还有身份证。我在车上，我在车上呢。起来！什么情况啊？妈的，露馅儿！行了，抓！刘源刚刚给被叫号码发了一条信息，能看见上面写的什么吗？跑。
把所有的出入口都给我把住了，1、2组准备上。 人质怎么样？除了灼伤小拇指以外，他身上没有别的伤。赶紧叫救护车！好，所有的出入口都被封死了，绑匪肯定跑不了了，大家赶紧送，快点儿！ 纵队，怎么了？人质，他不行了。快上车！不想被抓就快点。去看一下，什么情况？跑了。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有哮喘？我那会儿一时忘了我。照片你也看了，他嘴堵着呢，绑匪能好心给他用药吗？我不管，我要你们保证小波活着。老关，老关，是过敏性哮喘。我看他的病历了，病历上写着他的过敏源包括这个灰尘和木屑。那破仓库09年就废弃了，别指望里面有多干净。那现在呢？在里面抢救呢。 医生说，因为他窒息导致脑供氧不足，他已经休克2小时了。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以前一心希望当警察可以惩恶扬善，现在真的当了警察之后，才发现自己在很多事情面前都那么力不从心。人生就是这样子吧，会碰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跌倒，不断爬起来。 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最好，但求无愧于心。哎，这是你哪儿弄那么多电话号码啊？现在不都实名制了吗？嗨，
当初有大批的号码被派发到各类的报刊亭，甚至是小卖部。即便是实名制已经实施了，还有很多那些没有销售出去的不记名的电话号码可以买到。所以，都换3号码了。这娘们在队里待2天，别的没学会，打一电话扔张卡，反侦查手段倒是学会了不少。哼，另一个绑匪呢？从地下的电力受领通道跑了。哎，真的，要我说啊，咱在地下画一圈，插几根香，好好祷告一下，祷告任波赶紧活过来。这样任迪就可以把郭鹏放了回来自首，我也可以放心大胆地追那2个自以为是的王八蛋了。哎，医生，医生，怎么样？就是因为你，他们才会把小波当成郭鹏给绑架了。一个人1晚上5000块，我说1000个男人，我总能攒到500万的吧？那你呢，冠队长？你是不是也要给我5000块啊？老关，我还是不如你啊。什么意思？任波的案子从开始到现在，我所有的做法有错吗？我所有的分析有漏洞吗？为什么我还是救不了他？我觉得可能就是欠缺一些运气吧。这不像是你说的话啊！给我来一个。什么时候开始抽烟了？任波有哮喘病，这个大家都没料到。绑匪一直堵着他的嘴，不可能知道他有哮喘病史，更不可能给他用药。反过来说，就算任波有说话的机会，那绑匪就有可能知道绑错了人，再往下发展就不好说了。所以这事儿无解，你不用再纠结了。别安慰我了。我是在安慰我自己。任迪随时会打过电话来，怎么办？事已至此，只能先用任波在抢救的说法拖住他，多争取点时间，找到他和郭鹏。我要是告诉他任波还活着行吗？他恐怕不会听你说一句就相信吧。要不我就拍张照片给他发过去，反正现在尸体还没有明显的特征，就说任波一直在抢救，还处于昏迷当中。虽然说现在没有万无一失的对策，但是我不建议你欺骗任迪。女性绑架犯与男性绑架犯在性别特质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女性本身更敏感、更感性，她们有可能循序渐进地接受一个不好的结果。但隐瞒和欺骗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事儿。如果任迪一旦识破了，我担心情绪可能彻底失控。你刚才也说了，就算循序渐进地透露他给任波的死讯，情况也未必就可控。哥，让我按自己的方式来行吗？侯宇，我真的不建议你冒这个险。你要相信支队的能力，你能多拖多长时间，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找到他。任迪毕竟不是职业的罪犯，仅凭现学现卖那点反侦查手段，支持不了多久的。周迅现在找我呢，我不跟你多说了，先挂了啊。哎，喂，红宇。冠队，
现在情况基本上已经稳定了，只不过因为缺氧时间过长，所以大脑是否损伤还不确定，但人已经保住了，这点你可以放心。而且照片你已经看过了，我不敢保证你现在就能自首，但至少你把郭鹏给我放了。你总不希望你弟弟下半辈子没人照顾吧？我要看视频。看视频？你弟弟现在在重症监护室，那手机根本没有信号。你们警察什么设备没有？怎么解决我不管，我说了，我要看视频。好，我答应你的要求，你别换号了，给我点时间，我现在就去办。但你也必须得答应我，一旦手机视频确认了以后，你马上把郭鹏放了，行吗？啊！医生，任波的尸体现在没转移吧？尸体还留在急救室，除了呼吸机以外，其他的设备还没有摘除吧？行，那把该安上的都安上啊。你们俩咨询一下医生，看看这任波的脸色有没有问题，有必要的话再简单的化个妆，至少让他看上去正常一点。快去吧。哦，对了，罗儿，把技术队之前确认的那个大概区域收缩封锁，给带点人过去，抓紧搜捕。走嘞，啊，赶紧的，哎。任迪，任迪，你听见没有？你赶紧把人放了。任迪，说话呀！你把郭鹏放了。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没信号，那也活动不过去啊！霍老师，在支队那边，任迪已经打给郭西湘了。他说他已经知道他弟弟，他还说要让郭西湘或者咱们在24小时之内要交出绑匪。交个屁呀！交绑匪还没逮着呢。要不干脆一骗到底，找2个人扮演绑匪，捆成粽子给他送回去。周队，您听我说完。他要的是绑匪的尸体。
周队，车里没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省界这块儿。啊，我刚刚去问过那个附近的车站调度室，他们说进站和出站口有监控，其他地方没有。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是坐的是那什么乘用汽车，是不是？也可能是小公共，啊，出租车或者是三轮车都没问题。不知道啊，你让我怎么搜啊？还在找呢。你说，弃车之后，一个女孩是怎么才能挟持着郭鹏随意的移动，而且还露不了行踪呢？哼，他不需要这么做。你说什么？他跟咱们学了一半，跟绑匪学了一半，现在跟人质应该是分离的。只要捆绑得当，让郭鹏失去行动能力，往山沟里这么一扔，他就行动自如。哎，你说这崇山峻岭的，上哪儿找人去？就是说，现在有3个各自亡命天涯在逃的绑匪，我们需要干掉其中的2个，再把尸体送给第3个，才能换回那个把自己迷晕的富二代。啊，恐怕不是只有我们在找，郭西厢已经在网上发布了悬赏。什么？嚯，绑匪的体貌特征都写上，一个人500万，价不低啊！小郭，别睡了，赶紧把老小子给我找过来！哎，别着急，你注意一下他的措辞。这郭西厢在悬赏之前应该是找律师咨询过了。他一方面说是人敌要求2名绑匪的尸体，另一方面他在悬赏要求上说是任何可以找到绑匪的。所以从文字上看，你还真没法指控他是悬红买命。可他这不就等于是无端多了无数的是非。关队，那个派出所值班室的电话都打爆了是吧？都是热心市民来说那个绑匪的线索，让他们自己解决去。这郭西厢这添乱啊，一天到晚的啊！真要有人把这绑匪交出来，拿了1000万，也是有命拿没命花。哼，这么多钱还真不好说。哎，知道了。刘岩找到了。谁找着的？刚接到报案，在向阳公园东门附近发现了他的尸体，是被枪杀的。现在临时回不去，回头再交接吧。啊，我冷静着呢，你放心吧。我知道。行，能交接时我再告诉你啊。关队，7.62毫米规格的，别告诉我是 AK 啊！如果是步枪的话，他现在半边哪都在移民。这黑星不也是7.62毫米规格的吗？刘岩中了2枪。从伤口的火药灼烧痕迹、血迹以及组织喷溅痕迹来看，应该是抵住后脑1枪，倒地后又补了1枪。这不是这么不常见的杀人手法，最近出现也太频繁了。老关，咱们是不是可以看好那个郭西厢？啊，谁去领赏就抓谁，有人收钱，有人办事的，要咱们干嘛使啊？那你们最好赶紧啊，不然他的同伙也悬了。他的2只手有8根手指都骨折了，明显是被掰断的。而且你看，这里有一条很明显的勒痕。看来是被拷问过。还有2根没断，看来是招了。得，这回倒省事了。咱们等着下一起报案，然后就可以把这哥俩的拼骨照片发给任迪，换那郭鹏。除
非我们能赶在凶手之前找到另一个绑匪。之前跟咱们打交道的那个媒体的记者叫什么来着？董涵啊，老刘跟他关系不错，怎么了？要不把他找来，把这个消息散出去吧。小徐，哎，赶紧把报告做好，周围他们急着要呢。好，那我先去弄报告，高主任。快去啊！死亡时间确定了吗？应该是在凌晨2点半到3点之间。郭西厢他的悬赏信息是什么时候发出去的？具体时间我还不清楚，但是肯定是天亮之后。你是不是觉得杀刘岩的人并不是为了郭西厢的悬赏？先别说这些了，红宇现在怎么样？外表看上去还好，不过他一直不跟你交接，肯定还是处在比较情绪化的状态。他现在接连做出的决定确实有些欠妥，真要由着他这样下去的话，局面可能会越来越失控，还是换你回来比较好。你都劝不动他，我总不能声闯警队跟他换班吧？这样，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你盯着点他，别让周迅看出马脚来。高主任，周队让咱们把刘岩的尸体缝合一下，最好做一个面部处理，一会儿有人过来认尸。家属过来了？哦，不，是另一个绑匪，那家伙投案自首了。你们俩混蛋！你们俩就不能问问这孩子是不是郭鹏？但凡是让他说句话，也不至于害死他。甭跟我说，这人质不是你俩动手杀的。我告诉你，现在人质死了，这性质就变了，知道吗？这小子叫胡强，是刘岩的老乡。唉，老关，不管怎么着，我们这案子算是进了一大步，啊。这胡强是落咱手里了，可他是个活的。你什么意思啊？啊，真要把他毙了，换郭鹏去？这任迪跟郭西厢联系了吗？还没呢。不过董涵已经把消息散出去了。那就等电话吧。喂，另一个人是不是还活着？喂，任迪，是我。我们现在跟郭总在一起，你应该不会感到意外吧？那你应该跟姓郭的一样清楚我的条件。你听好了啊，就算我现在在桌上放着一把枪，也没人敢去杀胡强，因为这是谋杀，没有人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做。更何况现在胡强正关押在我们的支队里边。我不管，你听我说，咱们没必要再为这个事儿争执下去了。我现在这么考虑的，你看行不行？我可以拿胡强去跟你换郭鹏，至于换完人以后，在我们抓到你之前，你怎么处置他，那是由你自己决定的。不错，你可以继续给我们施加压力，也可以继续逼郭西厢。但是我告诉你，就算救子心切，郭西厢也不可能去杀人，这是个现实。要不然你就撕票，这样你就失去了手刃仇人的机会。我现在能给你的方案只有一个。好，那你一个人来。我一个人？对，就你一个人来。你压着胡强来找我做交换。这不现实，我只能保证在交接的一定范围内只有我一个人。就算我答应你，支队也不会同意这个方案。任迪，你听我说，上次欺骗了你，我很抱歉，我也很难过，我也希望能救活你弟弟，但我们，你别再置气了，好不好？
王，集合探组，通知特警。是。法官，虽说是个丫头片子，还是有备无患。万一她持械攻击你，也好有个防身的。再说这孙子如果想跑，你就开枪，枪是我的，有事我兜着。啊？我不希望再死更多的人了。我先进去，在我通知你们之前，千万别动手啊！行，那你自己小心了。麻烦你跟我进去一趟。所有人待命，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行动。警察同志，你们不能这么做！我投案自首，我可是为了活命的。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再给我废话，把你嘴堵上！走。3楼楼顶。任迪，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赶紧把郭鹏放了。在我们的人上来之前，你有几分钟的时间，他随你怎么处置。你先把他放过来。那可不行，你得先把郭鹏放了。万一2个人都在你手里，你一人给一刀，我怎么交代？不要，警察同志，你饶了我吧！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他会杀了我的，他真的会杀。我闭嘴！他不是我干的呀，是刘岩。你别过来！任迪，你不是这种人。你说什么？我说你不是这种人。他是这种人，我有可能是这种人，但你不是。我知道，你可以为你弟弟做任何事情，但你绝不会杀人。你不要以为我会杀！我不是说你不敢，我是说你不会这么做。你想想，如果你弟弟还活着的话，他也不会希望你杀人。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让你别过来！啊！你为什么要骗我？我这次不会骗你了。任迪，你可以杀了他，也可以杀了郭鹏，但你要明白，你弟弟不会再活过来了。我知道你恨他，也恨郭鹏，甚至有可能也恨我，但你知道吗？人活着，不能怨恨每一个人。人这一辈子就是在做选择，无论选对选错，你都不能指望别人替你买单。我都记起来了。那天晚上，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所有的一切
我都想起来了。哎，对不起哥，哥们看着点啊！凶什么？这我弟弟。郭鹏的帽子不是我戴在你弟弟头上的。